和闺蜜一起把敦煌供养人的服饰穿出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艳红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敦煌供养人系列的第3期，都督夫人、太原王氏以及身边女11娘的造型展示。展示部分是由我和你们非常喜欢的九泽小姐姐完成的。这次我们也用花丝镶嵌的方法来制作金属的部分。这个焊接失败了，今天一天相当于白做了，不是今天晚上，而是一天白做了。我的脖子好痛。在原有的造型基础上，这里增加了璎珞的部分。璎珞的主体部分运用到了宝相花纹。宝相花纹又称宝鲜花或者宝莲花，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纹样，也是佛教常用的一种纹饰。这里设计的图案加入了我自己的设计，在头饰的部分也运用了类似的图案。这里做了2个圆形的发簪。簪子的部分做成镂空的效果。唐朝非常喜欢佩戴梳子，这里2套造型需要6把梳子，这里将梳子也做成了镂空的效果，用银丝将梳子填满。接下来再制作好其他的小配件，所有的银质部分就完成了。再进行泡酸和打磨。最后再进行镀金。接下来就是画龙点睛的时刻了，将釉料填入中间的底子上，再用 UV 胶封层。做完蓝色的部分，再做绿色和粉色，最后出现这种凝珠的效果。同样的方式镶嵌好其他的宝石。穿好珍珠流苏，2套头饰的金属部分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用另一种非遗技艺绒花来制作花朵的部分。绒花谐音荣华，是中华富贵文化的代表。绒花始于秦朝，在唐代被列为皇室贡品，明末清初流入民间。在春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以及婚嫁喜事时佩戴绒花。绒花的制作需经染色、软化铜丝、钩条、打尖、传花等近10道工序。之前我一直用扭扭棒制作仿绒花，这次也是第一次用传统非遗技艺为大家制作。将真丝搓成绒条，摸起来非常细软，几乎没有触感。
跟之前扭扭棒的感觉完全不一样，而且真丝有独特的光泽感，非常的漂亮。之后我应该也会尝试做一些其他的绒花作品。本期的服装制作也是由我妈妈来完成，服装的配色按照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中来的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展示吧。本期视频的2套造型都比较日常，适合我们平时出门穿戴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化妆吧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身边的这个是九泽小姐姐，你们的老朋友啦。好久不见。今天我们的化妆呢，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，因为这次呢，就是我和九泽小姐姐要一起穿着汉服走出去，所以呢，我们去请了化妆师来帮我们2个一起化妆。那这次的展示呢，也是由我们2个一起来完成。那我们就开始化妆吧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造型就做完啦，就让我们穿着汉服走出去吧。又做了一次敦煌系列妆造还原啦，很高兴看到大家一直以来对敦煌系列的支持。历史的长河为我们淘出了传统文化的经典，我们也应该去守护这些文化瑰宝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我们这个是中国的服饰，对呀、刚才那个姐姐说的是不是，我们是汉唐朝朝的啊，拍一张，拍一张。